Thank you very much. Wow. 在2024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，川普成功当选，并迅速对台湾问题发表了新的政策立场。川普明确指出，他将坚持美国利益为主的政策，并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台湾应该承担更多国防经费，甚至暗示美国可能不再无条件支持台湾的防御，台湾可能需要开始重新思考防卫策略。虽然川普政府依旧强调了对台军售的持续支持，但他也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发表了一些质疑，认为台湾依赖美国的支持。这些言论也让外界担心，川普可能会在美台经济与军事合作上采取更高压的谈判策略。中国对台湾的强硬立场愈发显著，一国两制政策和九二共识成为了中国官方对台湾的核心要求。在习近平的眼中，台湾问题是中国完成民族复兴的最后一块拼图，更是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提升战略影响力的关键。习近平也更着急要在任内完成统一中国的举动，而这也成为了台湾加快准备军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在川普宣布当选的同时，海马斯系统的到来使台湾的防御体系实力大增。在美国军援乌克兰超过150亿美元武器装备中，其中最具破坏力的就是海马斯。这套系统是美国生产的高机动性火箭系统，具备精准打击远程目标的能力。海马斯系统的优势在于其快速部署和机动性，能够发射多种火箭弹和飞弹。这些飞弹覆盖了从短距离至长距离的不同范围，最远可达300公里。台湾的军方官员指出，这些远程精准火力将成为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重要资源，特别是在打击敌方舰艇、机场登陆点和指挥中心等重要战略目标。海马斯系统能够有效压制敌方的行动，延长台湾防御战的持续时间，为台湾获取外界援助。若中国决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，外界普遍推测，中国的战略将会是多方面的。除了选择较不会被海象干扰的3月到6月这段期间进攻之外，攻击的手段可能包括弹道导弹、和旋翼飞弹、海空联合封锁，甚至可能的2栖登陆作战。首先，中国可能会使用弹道导弹打击台湾的指挥中心、雷达系统和机场跑道，以及重要的军事基地，试图在第一波攻击中削弱台湾的防空和指挥能力。随后可能动用驱逐舰、护卫舰、潜艇以及空中力量来对台湾进行海空封锁，切断台湾的外部补给。最后，若封锁成功，中国有可能在台湾沿海展开2栖登陆作战，试图全面控制台湾。因此，不排除中国的前2次军演是在为封锁台湾做准备。台湾民众除了依赖政府与国际支持外，还可以从个人和家庭层面进行各种实际的准备。在危机期间，食物供应可能会受限，提早准备干粮和罐头类等耐储存的食品，可以保障基本的饮食需求。建议每个家庭成员至少储备1个月的粮食，例如米、面、麦片这些谷物干粮，存放妥当的情况下能保存1年以上，是长期主食的首选。此外，罐头食品如鱼罐头、肉罐头、豆类罐头和蔬菜罐头都是适合储存的食物选择。这类食品既方便取用又营养均衡，有助于维持基本健康。除此之外，即食食品也值得考虑，像即食米和泡面都可以快速食用，方便在紧急状况下提供能量。每人至少准备3公升的每日用水量，建议储备1个月。若空间或运输限制，可以考虑携带式滤水器，当环境水源清洁度不高时，也能确保基本的饮水安全。照明和燃烧设备也很重要，在危机期间停电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，因此建议准备多个照明工具。手电筒是基本工具，建议选择可充电或手摇发电的型号，以备长时间停电的情况发生。另外，可以储备打火机和防水火柴，这些物品在必要时能够快速生火。除了照明之外，在天冷时也可以提供温暖。野外求生工具是危机中的重要辅助，因为你无法保证家中一直安然无恙。小型炊具和铝制锅具可以帮助加热食物和煮沸水源，同时户外水壶也是必备之物。在水资源可能被中断的情况下，携带耐用的水壶可以用来储存过滤或煮沸的干净水，确保随时有水可用。此外，防水背包和耐磨地垫也建议准备，这些物品可以在紧急撤离或户外避难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。急救包是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准备，急救包内的用品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搭配。基本的医疗用品如绷带、纱布、外伤用药、
剪刀和止血带。此外，还可以准备一些常用药物，如退烧药、抗生素药膏、抗敏药、止痛药等。这些药物在短期内可以解决一些轻微健康问题。对于有特殊需求的家庭成员，记得多准备他们日常所需的药品，并备足1至3个月的用量。除此之外，学会急救知识和基本处理伤口的方法，也能在危急时刻提供及时的救护。为了随时获取最新资讯，通讯设备的准备也不可忽视。建议备上一台收音机，最好准备电池供电或者人手摇发电的机型，这样可以确保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，依然能听到政府发布的最新公告。另外，多准备几个行动电源也是非常实用的，特别是高容量的行动电源，可以长时间为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提供电力。还有无线电对讲机，这些设备可以在手机讯号不稳的情况下，与邻居或家人保持联络，在必要时还能协助寻求资源。在危机情况下，事先和家人讨论好紧急联络方式和集合地点，约定遇到状况时应该如何应对，这样在突发情况下可以减少混乱。建议每个家庭准备一个避难物品清单，将护照、现金、银行卡等重要文件放入防水袋中，方便随时带走，并定期进行家庭防灾演习。透过演练，让每个家庭成员都熟悉逃生路线，这样可以提升应对突发状况的信心，同时也让家人之间彼此配合更加默契。在物资的选购上，支持本土产业是一种积极的准备方式。购买台湾制造的产品，也减少对进口物资的依赖。最后，加强社区互助精神，与邻居建立良好的关系，并且在有可能的情况下，组织小型的互助小组，大家可以分享物资，互相支援。社区互助小组可以共同准备一些公共物资，这样在遇到突发情况时，可以更加有条理的应对。透过这样的方式，不仅可以降低家庭的储备压力，也能在危机发生时形成一种自救与互助的机制。以上建议都是具体且实用的准备措施。透过这些准备，民众不仅可以在日常生活建立起稳定的安全感，还能在危机情势中保持冷静，做好万全准备，让每个家庭成员在面临突发状况时，都能更有信心与能力，确保自身和家人的安全。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你喜欢这集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或者使用超级感谢支持我们。当然也欢迎各位使用留言，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。下次见，拜拜。